原来在电影《盗梦空间》的结尾，小李子已经从梦境回到了现实。导演故意将陀螺旋转的画面切除，导致我们无法知道结果。但电影中的几处细节都表示，小李子确实回到了现实。第一，我们知道每个盗梦人都拥有图腾，这是区分现实与梦境的物件。That way, when you look at your totem, you know beyond a doubt that you're not in someone else's dream. 而小李子的图腾和其他人不同，其他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物件，小李子则是看陀螺是否符合物理定律来区分现实。而这个图腾其实是他妻子的。This one was hers. She'd spin it in the dream and would never topple. 那么小李子自己的图腾是什么呢？其实是他左手的结婚戒指。小李子只在梦中戴戒指，在现实中不会戴。但最后一幕中并没有他左手的特写，但在通过几场安检时可以看见他并没有戴戒指，这也意味着他回到了现实。第二，孩子，在此之前，小李子都不曾看见过孩子的正脸，只看过他们的背影。而在最后，孩子们转过身和小李子拥抱，也再次说明他并不在梦境中。第三，电影中祖父的饰演者迈克尔·凯恩之前接受过粉丝采访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他也曾问过导演诺兰。诺兰向他透露，电影中有他存在的场景都是现实，而影片最后也是他带着2个孩子和小李子见面的。结合这几点来看，小李子确实回到了现实，但导演故意安排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，其实是在说小李子已经不再关心这是不是梦境，和家人团聚就是他想要的现实。在电影《盗梦空间》中，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给我们带来了极其惊艳的视觉效果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电影大部分场景都是实拍。第一，在第2层梦境的旋转走廊里，2人在重力颠覆的走廊中打斗，充满了奇幻色彩。但这个走廊其实并不是特效，而是道具组花费重金将走廊安装在了一个可旋转的铁环中。可演员们就受苦了，他们不仅要适应失重的环境，还要做出相应的动作，光是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就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。第二，在影片开头，小李子盗梦失败，穿梭在破碎的梦境中，而拍摄时他必须争分夺秒，因为要是稍有差错就会被爆炸掀飞。之后大水淹没房间的镜头也并不是特效，现场特效组搭建了偌大的房间内景，并用高压水枪将2万升的水灌入其中，从而营造出巨浪滔天的感觉。第三，剧中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的火车让人惊奇，当然这也是真实的。剧组先用塑料制作出火车外壳，然后将它们安装在拖车上，一辆可以在大街上行驶的火车就出现了。第四，在小李子和新人在街上喝咖啡时，四周的建筑玻璃爆炸，碎渣四处飞溅。这里其实大部分的爆炸都是真实效果，但范围被控制得非常精细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甚至没能掀翻桌上的杯子，所以演员们也是非常安全的。你还知道那些幕后知识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